中国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是中国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的景区级别，也是中国旅游景区最高等级，代表着中国世界级的旅游风景区等级。5A 级景区在旅游交通、安全、卫生、资源和环境保护等8项条件上均做了要求，考核评定后，由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你好，欢迎来到世界之最，今天为你带来了中国5A 级景区北京、天津篇。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入正题。以下排名不分先后。故宫位于北京市中心，也称紫禁城，这里曾居住过24个皇帝，是明清2代的皇宫，现辟为故宫博物院。故宫的整个建筑金碧辉煌、庄严绚丽，被誉为世界5大宫之一，并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故宫的宫殿建筑是中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总面积达72万多平方米，有殿宇宫是9999间半，被称为殿宇之海，气魄宏伟，极为壮观。无论是平面布局、立体效果，还是形式上的雄伟堂皇，都堪称无与伦比的杰作。一条中轴贯通着整个故宫，这条中轴又在北京城的中轴线上，3大殿、后3宫、御花园都位于这条中轴线上。在中轴宫殿两旁还对称分布着许多殿宇，也都宏伟华丽。故宫的4个城角都有精巧玲珑的角楼，建造精巧美观。宫城周围环绕着高10米、长3400米的宫墙，墙外有52米宽的护城河。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大量古代艺术珍品，据统计共达1052653件，占中国文物总数的1/6，是中国收藏文物最丰富的博物馆，也是世界著名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其中很多文物是绝无仅有的无价国宝。天坛位于北京市崇文区，原是明清2代皇帝祭祀的场所，始建于明永乐18年，之后经过不断的扩建，至清乾隆年间最终建成。天坛占地达273万平方米，主要建筑有祈年殿、环丘、黄琼玉、斋宫、神乐署、牺牲所等。1918年辟为公园。天坛分为内外2坛，内坛由环丘、祈鼓坛2部分组成，内坛北部是祈鼓坛，内坛南部是环丘坛。一条360米长的单壁桥连缀2坛，2坛的主要建筑就集中在单壁桥两端。单壁桥南端有环丘、黄琼玉，北端有祈年殿、黄乾殿。单壁桥也称海爵大道，是一条巨大的砖砌高台商道，也是天坛建筑的主轴线。在单壁桥的东侧，建有与天坛祭祀功能相适应的附属建筑，载生亭、神厨、神库等。单壁桥西侧有斋宫，斋宫是举行祭天大典前皇帝进行斋戒的场所。外坛的西南部有神乐署，是明清时期演习祭祀礼乐及培训祭祀乐舞生的场所。颐和园主景区由万寿山、昆明湖组成，全园占地 3.009 平方公里，其中颐和园世界文化遗产区面积是 2.97 平方公里，水面约占3/4。园内现存各式宫殿、园林古建7万平方米，并以珍贵的文物藏品闻名于世。颐和园前身为清漪园，始建于清朝乾隆15年，咸丰10年被英法联军烧毁。光绪12年，清廷挪用海军经费等款项开始重建，并于2年后取用金陵，作为慈禧太后的颐养之所。1900年又遭8国联军破坏，1902年修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经修缮，颐和园陆续复建了4大部洲、苏州街、景明楼、旦宁堂、颐和园博物馆、根之图等重要景区。颐和园集传统造园艺术之大成，借景周围的山水环境，既有皇家园林恢宏富丽的气势，又充满了自然之趣，高度体现了中国园林虽有人作，宛自天开的造园准则。八达岭慕田峪长城旅游区包含了八达岭长城景区以及慕田峪长城景区2大部分。八达岭长城是万里长城之首，是明长城的精华，其地势险要，构筑雄伟，自古以来便是拱卫临京的军事战略要地，
古称居庸之险不在关而在八达岭。而慕田峪长城在中外享有万里长城、慕田峪独秀的美誉，是中国最长的长城，也是著名的北京16景之一。八达岭长城位于北京市延庆区军都山关沟古道北口，是中国古代伟大的防御工程万里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明长城的一个隘口。明长城的八达岭段被称作峪关天堑，为明代居庸关八景之一。慕田峪长城位于北京市怀柔区境内，距北京城区73公里，其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景区内山峦叠嶂，植被覆盖率达 90% 以上。慕田峪长城于公元1368年由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在北齐长城遗址上督建而成，是明朝万里长城的精华所在。此段长城东连古北口，西接居庸关，自古以来就是拱卫京畿的军事要冲，有镇关台、大角楼、鹰飞道阳等著名景观。长城墙体保持完整，较好地体现了长城古韵。明13陵是明朝13位皇帝的陵墓总称，位于北京西北郊，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帝后陵寝最多的皇陵建筑群之一。陵区群山环抱，陵前有河水蜿蜒，山清水秀，风景殊胜。来此可以参观建筑、风景，也能了解古代皇帝的丧葬规格。明13陵是个统一的整体，而各陵又自成一体，每座陵墓分别建于一座山前，陵墓规格大同小异。除司陵偏在西南一隅外，其余各陵均呈扇形分列于长陵左右。13陵中目前仅开放有长陵、定陵、昭陵和神鹿。神鹿位于13陵南端，是通往13陵区的通道，总长约7公里，也是明13陵的第一个景点。长陵位于天寿山主峰南麓，是明朝第3位皇帝明成祖朱棣和皇后徐氏的合葬陵寝，在13陵中建筑规模最大，营建时间最早，地面建筑也保存得最为完好。它是13陵中的祖陵，也是陵区内最主要的旅游点之一。定陵坐落在大峪山下，位于长陵西南方，是明代第13位皇帝神宗显皇帝朱翊钧的陵墓，同时还葬有他的2个皇后。主要建筑有灵恩门、灵恩殿、宝城、明楼和地下宫殿等。它是13陵中唯一一座被发掘了的陵墓，其地宫可供游人参观。昭陵位于大峪山东麓，是明朝第12代皇帝穆宗庄皇帝朱载垕及其3位皇后的合葬陵寝。昭陵是13陵中第一座大规模修葺复原的陵园。北京恭王府是世界最大的4合院，也是北京城60余座清代王府中保存最完整的一个。恭王府始建于18世纪末，原为乾隆后期大学士和珅的宅邸，后改赐为恭亲王奕欣的王府。府后有一独具特色的花园，名翠景园，园中景物别致精巧，作为亲王朝一等贵族的府邸，其建筑也是最高格致。府内有门帘5间，正殿7间，后殿5间，后寝7间，左右有配殿。房屋的形式、屋瓦的颜色也均一致而建。建筑群分为平行的东、中、西3路，中路的3座建筑是府邸的主体，一是大殿，二是后殿，三是檐楼。东路和西路各有3个院落，和中路遥相呼应。嘉庆4年正月初3，太上皇乾隆归天之后，和珅被嘉庆免官抄家，赐令自尽。宅子本身则如愿归，爱豪宅不爱江山的胞弟庆熙亲王永龄所有。咸丰元年，清末重要政治人物恭亲王奕欣成为这所宅子的第3代主人，改名恭王府。恭王府之名由此沿用至今。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是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对恭王府的评价。圆明园曾以其宏大的地域规模、杰出的营造技艺、精美的建筑景群、丰富的文化收藏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内涵而享誉于世，被誉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圆明园是清代著名的皇家园林，由圆明园、长春园和启春园3块区域组成，历史上无比富丽优美，有万园之园的美誉。1860年英法联军将主要建筑烧为灰烬，如今游客前来只能在残骸中凭吊，寻找当年辉煌的帝国身影。圆明园坐落在北京西郊海淀，与颐和园景相毗邻。
它始建于康熙46年，占地350公顷，其中水面积约140公顷，有园林风景100余处，建筑面积逾16万平方米，是清朝帝王在150余年间创建和经营的一座大型皇家宫苑。圆明园继承了中国3000多年的优秀造园传统，既有宫廷建筑的雍容华贵，又有江南水乡园林的委婉多姿，同时又吸取了欧洲的园林建筑形式，把不同风格的园林建筑融为一体，在整体布局上使人感到和谐完美，可谓虽有人作，万字天开。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主要举办地。这里有众多的奥运会比赛场馆和一座规模庞大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是北京市旅游的地标性区域。南侧的场馆区有著名的鸟巢、水立方、国家体育馆等场馆。奥林匹克公园为全世界观众呈现独具匠心的文化景观，包括一条贯穿南北的龙形水系、琳琅满目的雕塑作品、各式精心设计的花卉图案、景观灯柱等。位于地下9米的下沉花园，将中国的广庭、城门等传统元素与现代建筑结合起来，营造出古今交融的时空意境。很多游客会前来参观拍照。几大场馆内还经常有演出、体育赛事等可以观看。另外，场馆内也有一些娱乐项目，可以前去游玩。盘山是自然山水与名胜古迹并筑，佛教寺院与皇家园林共称的旅游胜地，位于天津市冀州区境内。盘山始建于汉，兴于唐，极盛于清。历史上建有72座寺庙和13座玲珑宝塔，一座皇家园林，禁忌山庄。早在唐代就以东五台山著称佛界，清康熙年间以京东第一山驰名中外，民国初年同泰山、西湖、故宫等并列为中国15大名胜之一。盘山为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尽游之地，魏武帝、唐太宗、辽太宗、金世宗、康熙、乾隆、嘉庆、道光等都曾巡游盘山，并留下了大量的诗文、石刻、碑记。乾隆皇帝一生32次登临盘山，留下盛赞盘山的诗1702首。第一次巡幸盘山时，就发出了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的感叹。盘山素有泰山之雄、华山之险、峨眉之秀、雁荡之幽的美誉。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盘山的奇峰显赫，尤以5峰、8石、3盘之胜奇特称绝。主峰名挂月峰，前有紫盖峰，后依自来峰，东连九华峰，西傍五剑峰，5峰攒簇，天然形成了上盘松树奇，中盘岩石怪，下盘响流泉，十里纹澎湃的美妙画卷。天津市古文化街旅游商贸区位于天津市南开区东北部，是一处集民俗文化、旅游商贸、购物休闲、餐饮住宿、健身娱乐于一体的大型旅游商贸区。作为金门十景之一，天津古文化街一直坚持中国味、天津味、文化味、古味的经营特色，以经营文化用品为主，年接待游客突破1000万人次。古文化街旅游商贸区古色古香，其主街仍然保持着600年前的建筑风貌和基本线型，其建筑风格为仿明清小式建筑，街区走向自然曲直，错落有韵。街内主要景点包括天后宫、玉皇阁、通庆里、古玩城、文化小城、美博城、风情水畔餐饮娱乐带等。其中天津天后宫为中国国家3A 级景区，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元泰定3年敕建，是天津市现存最古老的一座建筑群，是中国北方妈祖文化的研究中心和最大的妈祖庙。天津市以妈祖文化为底蕴，已举办了4届中国天津妈祖文化旅游节。古文化街旅游商贸区是各地游客感受天津民俗、感悟天津民风、体验天津民情的最佳旅游地区，是各地游客来京旅游的必到之地，已成为天津市的一张富有魅力的城市名片。您最想去哪一个景区呢？在评论区留言告诉小编吧。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喜欢小编的视频，帮忙给个赞与订阅，您的赞与订阅是对小编最大的支持与鼓励。我们下期再见。